大家好，欢迎来到理想人生，我是 Enzo。前面两个视频我们讨论了问题的两种不同类型，也介绍了对于问题的解决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主观的判断，你认为是问题的一个状态，有可能别人并不觉得是问题。今天我们再一起来继续聊聊问题的解决。今天我们想谈的呢，依然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思考的框架。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讨论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解决问题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状态保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情况。怎么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呢？我们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们希望改变一些状态，我们自然就会有很多问题要去解决。所以要说我们如果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一种生活状况的话，是不太现实的。但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呢，应该是我知道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步骤、计划、日程，那我也有相应的一些办法去成功的解决一些问题，形成我对于解决问题的一些信心、一些经验，然后我在遇到新问题的时候不慌乱，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达到的一个理想状态。但说实话呢，要达到这种状态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今天我们就介绍两个工具，这两个工具呢，虽然它们不是针对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的工具，但是它对于我们达到前面说的这种状态呢，有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们就先来说这两个工具是什么，它们大概是怎么去使用。那我们再来讲这两个工具对于个人、对于组织来讲分别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因为这两个工具它都是既可以用在我们个人去思考自己的问题，也可以用在我们一个组织，比如说一个企业、一个公司，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工具去思考。这两个工具思考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战略思考的过程。我在一开始的其他的视频里面就跟大家聊过，我的工作是做战略规划。实际上呢，不管是对于企业、对于组织，还是对于个人，这些方法它们都是有共通之处的，都可以解决我们希望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说这两个工具是什么吧。第一个工具就是我把它称之为问题网。所谓的问题网呢，就是把我们现在希望改变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希望解决的一些问题都列出来，然后形成一个问题的网络。这个为什么是网络呢？如果我们先只是把这些问题都列出来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分散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去观察这些问题，可能就会发现其中的有一些问题，它们之间是有相关关系的。比如说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假设我今天想要控制我的饮食，减少摄入的热量，这个是我想改变的一个状况。第二个我想改变的状况呢，就是我想减轻我的体重。第三个我想改变的状况就是改变我在其他人心中的一个形象。这三个问题虽然是三个不同的问题，但它们其实是有相关关系的。很显然，我希望控制我摄入的热量，对应的就是希望去减轻我的体重。那我希望减轻我的体重呢，对应的就是我希望改变我的形象在别人眼中的一个感知。我们把这些相关的这个问题用线连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罗列和前因后果的这样的一个串联呢，我们的问题就会形成一个网络。比较理想的一个问题网络呢，按照我们前面说的那种理想的状况，我们的问题很清楚，我们有序的去解决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通常这样的人、这样的组织，它的这个问题网是比较清晰的。想要解决的根本的问题，想要改变的根本的状况是比较明确的。而且他要解决的这种根本性的问题一定不会很多，他要做的这些事情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清晰。相对来讲，如果之前我们没怎么这么去思考，而且呢，我们也觉得自己好像老是遇到新问题，老是解决不了之前遇到的一些问题，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你都会发现你的问题列出来之后，可能有很多是细节上的问题，并且他们也很难追溯到我到底想要改变的根本的状况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讲的问题网。第二个工具是问题筛选矩阵。前面我们用问题网呢，就可以列出来我们希望去解决的问题，也会分出一些问题的层次，比如说我们希望解决的根本的状况是什么，要解决这些根本的状况，我下一层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有了这个问题网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问题筛选矩阵去把
哪些是我当前必须要马上去解决的问题，和哪些是相对来讲我可以放在中长期去解决的问题，给它筛选出来，进行一个分类。矩阵这个工具呢，是顾问特别爱用的，有各种各样的矩阵，知名的像波士顿矩阵等等。它核心的思路是用2个维度去把我们的一些对象做一个分类，基于这种分类呢，采取不同的策略，这样我们策略上就更清楚一些。那这里的问题筛选矩阵呢，我自己通常是用2个维度来去筛选我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必要性，我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那大家可能会问说，必要性怎么去判断呢？或者说我的能力怎么去判断呢？这个呢，如果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讲的话，自己就可以去打分。我这里有一个方法是，你如果说有5个问题要去解决，那你可以把5个问题，比如说 A、B、C、D、E 这5个问题，你可以 A 和 B 去比一比谁更必要，那你给他1分，然后 A 和 C 去比一下谁更必要，你就给他1分。最后你每一个都这样去交叉对比，每一个都给分过后，你就能够把 A、B、C、D、E 这5个的分数的必要性做一个强制的分布，然后你就可以拿到矩阵里面去做这个分类了。对于你的能力来讲也是这样的，你可以这样一个一个去对比，因为就个人来讲，你可能很难用一些很客观的指标去做这个打分。对于组织来讲呢，我们就可能会找到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客观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如果讲能力的话，可以去按照你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指标啊，你的市场份额啊，你的利润啊等等这些指标性的东西，去对你的能力和你的必要性做一个打分。不管你怎么打分呢，最后都是在这个矩阵当中进行分类。对于那种必要性很高，然后你的能力也很强的呢，就是当前我们可能需要重点去解决的问题。而对于那种必要性很高，但是你的能力又还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中长期的时间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必要性很低，不管我的能力强还是弱，我可能都去审视一下我对它的必要性是不是给的分数是合理的。如果合理的话，我通常会把这样的一些问题就删掉，我就不去解决了，或者说我保持一个观察的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通过这个矩阵的这样的筛选呢，我们也可以再倒回去把我的问题网做一个清理和梳理，反复的这样的思考和讨论，我们的问题网和我们的这个问题筛选出来的分类就会越来越清楚，从而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所谓的日程表。那对于组织对于企业来讲，可能就是一个你接下来要做事的路线图。就像我刚才讲，这个过程，这个思考讨论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的，所以你的问题网也好，你的矩阵的筛选也好，还有你的日程也好，都是会越来越清晰。那要达到越来越清晰呢，它也不是说光去想就可以的。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要对自己诚实，面对自己的诉求，面对我们这个组织的情况问题，我们组织到底要做什么，不去回避我们可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刚才还是说到我想要改变我在别人心中的形象的这个问题，那我可能就需要再去问自己，那我想改变别人对我的印象，我根本上想改变的是什么？有可能我就会发现其实是我的一种虚荣心，我想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个时候我可能就需要去想一想，这种改变是不是值得的。通过这样反复的去问呢，我们就会更加清楚我对这个问题的必要性，给分是不是合理的。那对于组织来讲呢，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组织，比如说他做的事情往往达不到目标，很可能也是跟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他们对于这个日程表，对于这个想要解决的问题的必要性，我的能力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大家首先要诚实的接受，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共识，只有我们接受这个现状，我们才有可能去改变它。还有一个诚实的点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应该更加诚实。做不到的事情，没有必要强硬着头皮，非要认为自己能做到。如果说你对于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诚实的话，那很可能你做出来的这个问题的筛选的矩阵，也会是一个不太符合你现状的一个选择。最后你会发现，你硬着头皮上很可能得到的结果是不太令你满意的。当然这个当中呢，可能有一个需要平衡的一点，就是说到底以什么样的能力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比较合适。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在自己够得着的前提上，适当的拔高一点点，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的这个能力的上限定得稍微高一点，
这样有可能我们在实际做事的时候，我的一些能力就被激发出来了。也许我现在没有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潜力，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就发挥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不能设得太高，如果设得太高，我们就违背了刚才说的这个诚实的一个原则。我认为诚实呢，是我们运用这个工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前面或多或少也提到了，那我们把它分成对于个人的价值和对于组织，那稍微有一些不同。对于个人的价值来讲呢，我觉得它首先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自己到底在这个世界上，我希望做点什么事情，我的诉求，我做这些事情我想解决的问题到底我的原因是什么。我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越来越清楚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呢，我有自己的历程表之后，我的方向也会更加清楚，并且呢，我也可以反复回去看我之前做的选择，之前解决的问题，那我可以有一个复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它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和别人对于同一个事情、同一个状况，我们会有不同的问题的判断。那你也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你和你的父母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你们的这个问题网和日程表本质上就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如果我们希望和另外的人一起生活，或者和另外的人一起工作创业，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日程表上面应该是有共同的一个内容的。如果说你们的共同的内容它只能支持短期的在一起，那你至少也要做好这个短期在一起的准备。我们往往有时候觉得受挫折，或者说觉得失败，也是因为我们对于大家的日程表可能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判断。我想和这个人长期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的日程表其实共同的选项非常少，自然就会最后得到一个失败的结果。而对于组织来讲呢，前面那两个作用对于个人的，我觉得它也是适用于一个组织的。应用这两个工具，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这个组织到底初心是什么，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也清楚我和其他的合作伙伴之间必须要有共同的一个路线图，我们可能才能走得更远。同时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凝聚内部的团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的目标经常都不能实现，或者说我们经常都觉得这个组织效率比较低，有一些问题，那往往可能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问题网，对于我们的这个优先级的排序，其实是没有一个共识的。所以有一些公司他们会组织高管去做一些务虚会，喝酒谈天，也是为了让大家把自己对于这个组织未来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想法呢，在这种轻松的环境里面大家谈出来，可能就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形成一个问题的选项的一个共识。另外呢，当这个组织需要吸纳新成员的时候，用这个议程表，用你的路线图，用你要解决的问题跟他们去匹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吸纳新成员的一个方式。所以不管对于个人来讲，还是对于我们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来讲呢，这两个工具我觉得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不是用来解决单一的某一个问题，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整个的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日程，我们的路线更清楚。这样当一个新的问题来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新的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沉着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这个状况是需要放到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里面的，那我就把它放到对应的我的日程表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这个状况跟我之前的日程表没有任何的相关，那我就把它给删掉。就比如说一个常见的情况就是我在工作，那有一个猎头找上门来告诉我有一个机会，那如果说我的日程表很清晰，那我就可以很快的判断出我要不要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不需要，我就果断的放弃，这样也可以减少我不必要的一些时间上的浪费。以上就是我今天简单的又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在解决单一的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可能可以去做的一些思考和可以利用的两个工具。这个思考的过程，应用这两个工具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战略思考的过程。这些思考过程可能会比较花时间，但是一旦我们这些东西都想清楚，我们可能很多问题你就会发现你都迎刃而解。OK，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聊，拜拜。